李白，我来了，走登天路，看你提到的庐山瀑布。蒋校长说庐山风景绝美，我查探了他当年的行宫，还有陶渊明陶先生，你家的世外桃源真的很偏僻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早上6点半起床，前往庐山瀑布，带娃去见识飞流直下3000尺，从南昌过去大概150公里。考虑到要去山区，索性选择全天包车，这样既省时间，还有导游讲解，自驾费用更低，但后面的山路不好走。到达秀峰，注意庐山有很多瀑布，李白看到的那一条在秀峰，别走错了。门票160块，是通票，7天有效。进来这里有个秀峰寺，非常古老，南唐叫开先寺。1707年康熙南巡，住持超渊接待，康熙觉得他谈吐优雅，赐名秀峰寺，并亲笔题字。康熙这字写得真漂亮。1933年，蒋介石蒋校长到秀峰考察军官训练，说这里风水不错，于是熊式辉大兴土木，给他建造了中正行营。之后，蒋先生多次在这里居住，直到1939年，中正行营被日军炸毁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复建的房屋，里面的物件早就不存在了。接着去庐山瀑布，你可以爬上去，大约要3个小时，我爬不了，选择坐索道。这个缆车比较简易，只能坐2个人，但是价格便宜，成人来回60，小孩30。太简单了，这个。为什么说便宜？因为山高，单程差不多就要半个小时。10分钟之后，我几乎看不到周围的环境，一片白雾茫茫，有点要升仙的感觉，像不像登天路？这安不安全？我看看，小缆车是单根金属杆用抱索器和钢缆连接，这应该很安全吧？为什么不用双杆？我记得是力学上单杆连接，受力垂直居中，反而没有扭力，更稳定。看到站台有鲜花迎接这么高级，我以为快到了，结果工作人员说还有10分钟。所以要爬山的朋友自行斟酌这个强度要不要爬。山上非常冷，零下2-3度。到达山顶又有鲜花，细节很用心啊。下车终于到了，心情也是很激动，望庐山瀑布啊，心练了好多年，终于有时间来看看远景了。在这儿，瀑布全景。观瀑布全景，李白啊，李先生，我终于来了。人生总是要看一回庐山瀑布的嘛。但是这个雾这么浓，我有点不太好的预感。即将登顶，到了，瀑布呢是这个方向没错。完了，看不见。果然，年少不可得之物，终将困其一生。小时候想来没时间，现在有时间来，却依旧是遗憾。事已至此，那就听个响吧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庐山瀑布，我们可以听见那磅礴的水流声。倘若李白当年来是这个天气，估计最后2句会变成什么啊？满山云雾遮住眼，不见银河落九天。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？不开心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没关系，你要想象嘛，我们要有想象力，好不好？山顶有个贴心的洗手间，合着我花1个多小时来就上了趟厕所。女儿有点闷闷不乐。哎呀 ，Don't be sad, kid. I just got a run formation, very bad fog. But you know what? The pretty things in life are worth waiting for. We'll be back. It's gonna be beautiful. But I can't promise. 这次说走就走，攻略做了一点，没考虑到天气情况，失策。接下来去看中国最大的淡水湖——鄱阳湖。湖那么大，应该比较稳。哎呦，看是看到了，水没了。这里是个堤坝，丰水期的时候水会填满，但现在看起来就像草原。好不好看？感觉夏天来比较好。接着来到白鹿洞书院，作为古时4大书院之一，这里的画室人是鼎鼎大名的朱熹。在那个时候的教学一道，如果说孔孟地位第1、第2，那朱熹就是第3。他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重新整理，著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资治通鉴纲目》等，可以说是儒家集大成者。他牛到什么程度？这么说吧，元、明、清3代科举考他，皇帝信他，读书人背他，被尊为诸子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匾额是康熙在1686年对他的追封，学达信天，就是下学人士，上通天道。要知道朱熹当时已故近500年，还给这么大的荣誉，可见其影响力。不过孔孟之道现在不再盛行，孔孟讲君臣，讲父子，讲仁义礼信，核心是规矩，而现代社会讲平等、法治、科学和个人权利。时代更替，这是复刻当年的学堂。
前面就是临星门，只有状元能走中间过状元桥。今天我们也来走一下。古时用科举选拔人才，吟诗作对八股文，现在有很多批评的声音。不过用现代的标准看过去，那和未来人看我们当下是一个道理。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，学科没有细分之前，科举也并非一无是处，也不用太苛责。走了，饭点到了，景区附近的餐厅，上菜挺快的，味道还行。然后去观音桥看蒋校长的另一处别墅。这一段山路弯弯曲曲，不太好走。蒋校长一生的重要时刻可以说是和庐山深度绑定。前面我们看了办公休息的秀峰行营，接下来是个人住处。进来我们可以看到环境非常的好，很会挑地方。走过长长的小道，就到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观音桥。蒋校长为什么选这里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除了风景优美之外，地势还特别险要，在桥这边设个哨卡，外面的人很难进去。那么这边就是警卫楼，当时可以说是戒备森严，由多位警卫把守，外面有围墙，还有警犬。1934年到1937年，蒋校长和宋美龄在这里多次居住，特别是西安事变后，羊腿伤连续住了几个月，宋女士全程陪同，里面都不是原物件了，没什么好看。这就是别墅的主体，看起来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小？那是因为这是附件，只是简单还原，并非1:1建造。原来的称为中正行宫要大得多，那是3进院落，有走廊、大厅、会客厅、卧室、书房等等。被日军炸毁后，只是简单复建了一部分，当然里面也没有什么原物件，而是改作陈列馆。这里保存了一些影像。当年蒋校长追求宋女士可是花了极大的功夫。有萌新可能会问，以她的地位不是轻而易举吗？恰恰相反，宋美龄可不简单，当时算是顶级豪门千金，留学美国，会多门语言，家底、地位、眼界不是一般的高。而最初蒋校长只是一位高级将领，出身盐商家庭，有过3房太太，还不信基督。宋家开始是不同意的，觉得他配不上。当然随着他的猛烈追求和情势的改变，最后成功迎娶。哎呦，这些故事你们爱听，下期我去美庐的时候可以多说一点。虽然里面没有原物件，但是外面有一处是保留的，就是这段围墙。1939年4月，日军攻占庐山古岭镇，观音桥中正行宫被摧毁。这一段毁坏的围墙是当年留下的，已经长满了青苔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接着我们去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，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。我们到了景区入口，还要乘坐这种观光小巴士，往返30块一个人。不坐车走路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但是这一段路8公里，要走2个小时，而且你去了还得回来，建议还是坐车吧。车子还有封闭和敞篷2种，天气太冷还是选择有窗户的吧。为什么我说这里极其偏僻？因为以前没有这条大路，我们现在通行的车道是1990几年的时候才修建，过去的羊肠小道进去非常困难。正因为困难，才与世隔绝，躲过了历朝历代的战争。村落保存很好，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。到了，空气非常好。陶渊明描述的地方在这个方向，从这条小路下去，我们就正式进入桃花源。可以看到这个小村庄历经1000年没什么改变，桥还是这种石墩子桥，现在是枯水期，水流很小，走过去要小心，摔一跤会很痛。青山绿水啊！春节期间，村民挂上红灯笼，以示喜庆。这里多以种茶为生，基本上家家都有一片小茶园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，避开了从三国起到唐宋元明清的所有战火，即使到抗战期间，日军也没进来过。很多村民都是原住民，世世代代住在这里。从这边进去就是景区附建的陶令居，纪念陶渊明陶先生。其实他真正的家在隔壁村，只是由于这里是《桃花源记》的原型地，附建在这里可以让游客一举两得。从这个角度望过去，就是陶先生眼中的世外桃源。大家觉得美吗？如果让你在这里过粗茶淡饭、与世无争的日子，有没有朋友愿意？进来看看这个陶令居，里面是陶渊明的塑像。陶渊明又被称为五柳先生，后面这些字我查询了一下，并非他的真迹，而是后来的其他名家所留。既然是景区现代复建，里面没有古物，都是现代仿品摆件，允许游客沉浸式体验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！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。无论魏晋，此中人语云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吃饭。来上一杯，马年大吉，新年快乐。发现一个细节，这里有5棵柳树。陶渊明被称为五柳先生，就是门口有5棵柳树，景区连这都还原了，挺细心。
出去的路上，我找了个敞篷的位置，给大家拍一下山里的村庄。从2021年起，后建的这条路仅供景区观光车和村民的车通行，外面的车进不来，也是尽可能不打扰他们的生活。当然，景区收入会给村民分红，并促进包括民宿、导游、餐饮等本地就业，让村民的收入不再单一。那么包车的服务就到此为止。现在有2个选择，去市里酒店或者就近民宿。我选择打车去民宿，都到山里来了，肯定要体验下田园风光啊。到了就在山里住，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强大，订房很方便，是个不错的院子。进去看看房间，很干净，2张1.8米的大床，标准化的设计风格，床头电源插座很多，这个很好。然后我们提出要看山景，所以这个房有个大窗户，看起来还不错，竟然还有太阳能路灯。房间没有市里的大，可能是山区资源珍贵，洗手间小小的，但也做到了干湿分离，各种用具齐全。而外面还有个大阳台，推开门看看，可以啊，在这里休息聊天很惬意。左边这几棵树是塔柏吧，和洛杉矶的尖塔树很像。远处还有别的民宿，非常安静。大家觉得这个空间和环境怎么样？淡季的价格是240块，不过这里吃东西的选择就不多了。我们找了一圈，大的店就看到一个类似农家乐山庄的地方，里面顾客不多，点了特色菜农家炒肉、虾条、某种饼，还有青菜，这些280块。考虑到蔬菜食物的运输成本，价格高一点还在可接受的范围。在旅游业的带动下，村民自建了不错的道路，我注意到监控等设施也完备，安全没有问题。这是早上的景色，我喜欢坐在这里发呆。城市待久了，在村里过过慢生活还是不错的。我是维森，下期再见。